来到 Sabina 老师说故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及分享哦。小朋友好，我是 Sabina 老师。你的爸爸妈妈有带你去动物园看过鼹鼠吗？圆柱形的身躯，极小的耳朵的哺乳类动物。今天就来告诉大家3只鼹鼠遇见大象的故事。在一个果园里面住了3只鼹鼠，它们因为长期住在地底下，以地底下的虫子和蚯蚓为食物，所以它们的嗅觉、触觉和听觉就非常好。但是因为地底下阴暗，双眼就开始逐渐退化，不见天日，而鼹鼠又很少白天出来晒太阳，导致眼睛都看不到了。有一天，3只鼹鼠正在地底下享受美食，突然家里感受到地震，家里面晃动得很厉害，天花板上的电扇、墙面的画都掉下来，鼹鼠们都很害怕。胖鼹鼠突然大喊：有地震，有地震，快快出门问问是怎回事。瘦鼹鼠因为身材比较瘦，冲出地面上，听到一只小兔子说：大象来了，大象来了，快快让开一点，被踩到会死翘翘啊。瘦鼹鼠赶紧冲回家跟大家说：我听说有大象要来了，它是什么啊？竟然让家晃成这样。果园里从来没有小动物看过大象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这样喊着：大象来了，大象来了，它好大只，快快让开，让它先过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个消息很快的就让整个果园的小动物都知道了。一群小动物躲着躲，跑着跑，好高好大的大象，生怕被踩到，然后受伤了。大象停下脚步，在果园里用着长长的鼻子，开心着吃果树上的水果，而小动物们望着这头从没见过的动物。哇，看它的鼻子！哇，它的耳朵！啊，它的腿好粗呀！每只动物都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这头巨大的动物。可是3只眼睛看不到的鼹鼠就只能听别的小动物去描述大象，但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们形容大象的长相都让3只鼹鼠想象不到是长什么样子。白鼹鼠就问胖鼹鼠说：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大象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又很好奇，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去摸摸看啊？胖鼹鼠犹豫万分，不然我们去问问看，看大象愿不愿意给我们摸一摸、闻一闻、抓一抓。3只鼹鼠心里害怕，却又硬着头皮慢慢地走过去询问大象：大象大象，请问你长什么样子？我们眼睛看不到东西，但又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长什么样？可以让我们摸摸吗？可以呀，不过你们摸完之后，你们得告诉我，我是什么样子，我看看你们谁说对。说完，这3只鼹鼠就开始兴高采烈地仔仔细细地摸了起来。其他小动物觉得很新奇，也纷纷围过来看热闹。3只鼹鼠摸着无法想象的巨大动物。白鼹鼠来到大象的身边，一边摸着大象的身体，一边心里想着。没过一会儿，就开心地说：哈哈，我知道了，这大象长得跟一面墙一样。胖鼹鼠来到了大象的面前，摸着摸着说：不对不对，哇，大象好长啊，就是一个好长好长的一个管子。围观的动物们呵呵大笑说：你们这些眼睛看不到的鼹鼠摸出了一个4不像了。
瘦鼹鼠来到了大象的身后，跟着大伙一起边笑边摸边说：“你们几个太夸张了，大象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大？我仔细的摸过，就跟一根麻绳子一样。”其他小动物听了都傻了，跑到瘦鼹鼠旁边看，原来是摸到大象的尾巴，这让所有的小动物又大笑出来。3只眼睛不好的鼹鼠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，依旧在那里一直争辩，都说自己摸到的才是大象真正的样子。大象这时候笑着摇摇头，对着3只鼹鼠说：“好了，都别争了，你们3个都说错了，你们只摸到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没有摸到我的全部，所以才会把我说成各种样子。要怎么知道我长什么样子，必须要各个地方都摸一遍才行。”3只鼹鼠这才恍然大悟。于是3只鼹鼠听从大象的建议，从前到后，从上到下，重新仔仔细细摸一遍，一起先从大象的腿开始摸。鼹鼠们边摸，大象边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部位。最后白鼹鼠大声地说：“原来大象身体这么大，而且还长了个长长的鼻子，大大的耳朵，4条粗壮的大腿。这次我们终于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了。”小朋友，故事讲完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认识事物要看全面，不要看一个地方就很快的就下结论，就像所有眼睛看不见的鼹鼠一样，只摸大象的一个位置，就在自己的心里描绘大象长这样子，结果都错了。所以以后我们认识事物都要慢慢来，全面了解后再下定论，免得像眼睛看不到的鼹鼠一样闹出很多笑话哦。今天的故事说完了，记得下次再来听 Sabina 老师说故事。